好，那前面讲完的这一个整个teleportation 这样的一个机制那 IBM 的讲义上又一直讲说那个entanglement 的话，它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 primary key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就来稍微简单的看一下这 information 的这个 security 里面它是怎么样玩的那去找了一下资料来分析一遍这个最简单的这个 primary key 跟 public key 的观点就说因为早先这个都是 Alice 跟这个什么Alice 跟这个 Bob 也都是他们发展出来的。那这里的话就是说 Alice applied a key generator key gen， 也就像说你们今天去这个某一个这个申请这一个blockchain 这个比特币或怎么样的那些 blockchain 的那个系统，你可能要先拿到一个什么产生一个什么一个从它透过它的系统去 generate 的一个 key。这个 key 的话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就是说你透过它的话，它会给你一个什么一个private key 跟一个 public key 这样就是说透过这个什么透过就是说就是说你会 get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两个 key就是说 Alice 就会得到这两个 key， 这样 key 这样就是说你等于是说to key get 就这个意思是说你可以用一个 random seed 去得到，那得到的时候你就说必须 Alice 的话就必须怎样，当你得到两个 key 以后的话就必须怎么办呢？你就必须要好好的保存这两个 key。 那一般在系统里面的话就是说你会把你的 public key 分享出去分享给你很多的朋友这样分享给你很多的那个朋友去了解你的这个 key 是什么东西这样所以原则上一般所以叫做 public key 就是我们要分享给人家嘛，分享给人家这样好，那这样的话没有问题的话，比如说 Alice 她 announce 她的 her public key这个 Alice pop into the network such that everyone can receive this public key and then can send back a message to her with encrypted 这个 message based on her public key。 也就是说当爱丽丝她把她的那一个 public key share 给所有的人比如说爸爸也收到这个 key 这样那收到这个 key 的话就是说当初我们有一个教授他说他要白色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在设计这个东西也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出来好，那原则上就是说爸爸收到他这个 public key， 那收到完以后的话就是那爸爸要把信号送回去给谁？送回去给 Alice。 那因为他的话就会透过 Alice 的这个 public key 去帮他加密，把它加密有没有？那加密完了以后的话，那谁能够解开这个？因为当初产生这个 public key 跟这个 private key 是同一次同时产生的，它有一个数学模式在里面的那个咬合这样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问题又来了就是说爸爸的话他送怎么样呢爸爸就是send 他的message就是说 message Bob to Alice without spying by another person on the network 那别人根本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有加密加什么密呢？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 Bob 用这一个这个 Bob 的就是 Bob 的信息，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没有？这边有一个加密程式这边有一个加密程式有没有？好，那刚刚有一个产生金钥的程式，就有那个私钥跟公钥这样所以 Bob 的话就把他的信息再加上爱丽丝的 public key把它加密那加密就变成是一个什么？就变成说我们在这里就变成他就把这个加密的这个信息在网络上送出来了，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个加过密的 message。 可是能够解开这个东西的只有谁？只有 Alice 她有她的那一个成对的那一个private key， 所以任何人拿到这一个Bob加过密的信息的话也解不开，所以他这个很巧妙。所以这些数学模型就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爱丽丝把她的 public key share 给大家，那大家送回来给她东西的话就透过因为一般在这个网络环境里面就是一定有产生金钥公钥的那一个软体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透过公钥把它也有一个软体把你要送的信息透过一个公钥某人的公钥把它加密，加密的话大家都可以收到这个信息。可是对不起，是用成对的私钥跟公钥产生出来的那个私钥你没有，
你没有，因为只有爱丽丝有，所以当他在网络上他也拿到这个 Bob 的这个加过密的这个信息，他用他私钥一打开，就可以把 Bob 的 message 把它那个展现出来，这样，所以这个是还蛮好玩的，嘿。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呢 ，Bob send 的这个 Quickspid 好这一个 message 这个加密的这个 message into the network now everyone can receive this message 就经过 Bob 加密的这个 message from network include Alice， 所以 Alice 也收到了，可是收到以后呢怎么样呢？因为 Alice 是the only person who own the private key 这 Alice 的这个 private， 所以 she 呢 can decrypt 这一个的 encrypted 的这个 message from 哪边呢 ？from Bob。每次我这打字很喜欢用这个是伤脑筋，嘿，这我每次都打错的哈 ，bob 这样嘿bob 这样嘿，好 by 的什么decrypt function， 所以它还有一个解密的大家都有解密，可是解密一定要再加上这个成对当初送出来成对的那个 key 才解得出来，这样嘿，所以 by 的 discrete function 就把它解出来了哈。那解出来的话，爱丽丝就可以看到说，哦 ，Bob 送了一个情书回来给他，这样嘿。这个伤脑筋，还是送一个跟他要债的信息回来，不知道这样嘿，所以这个 private key 跟这个 public key 的话，就变成就说我们就可以整理起来，就是说 the person joined in the system who need to help， 他需要有一个 key 的 generator 大家都可能就有这共同的一个 key generator， 那 key generator 以后呢，就会有一个加密的程式，也有一个解密的程式，有没有？那加密的程式很明显就是说，我可以把某一个人的这一个公钥再跟我的信息把它加密，再送回网络上，那大家都收得到。可是因为当初那个送出来的那个公钥是爱丽丝送的，所以当他承对的那个私钥才有办法解开这一个透过公钥加密的这个信息，这样嘿。好，所以这个就变成说这个一个简单的概念看起来是有点小复杂，但是讲清楚以后就变成简单。可是问题来了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信息，所以你可以看，刚刚我们在前面就看到，他把他那个贝尔泰的那个这个 Five Plus 这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用一个哈达玛跟一个什么，跟一个 C 那可以把它产生这样的一个态出来，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系统，看出来，那整个里头的话，哪一个是 Key Generator？ 好，所以很明显，那这个他就讲过说，这个是 Private Key， 可 Private Key 那那 private key 那很明显就是说，可是看起来又不太像那这个加密程式是什么这个解密程式是什么那公钥是什么所以他 IBM 在写他这份讲义的时候并没有讲清楚，只是讲说这一个纠缠态的话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这一个 private key 那但是我刚刚已经把这个公钥跟私钥的那个整个基本理论已经跟各位讲出来了那各位可以透过这边呢把它搞清楚以后呢，来认真想一下到底他们的关联性在哪里嘿。好，那既然是这个例子是 Bob 跟这一个 Alice 跟 Bob 这一个 teleportation，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资讯这个他们叫 quantum information 的一个传输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那也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密码学的一个跟这个量子结合的一个很典范的一个 example 嘿。那只是说IBM 讲义上没有再进一步，那当然后续我们有机会做研究的时候或者做专题的时候呢，可以再来进一步的探讨这样好，所以这一章我就在这边结束了那各位就努力看看把它这一个吸收消化一下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一个典型的这个quantum programming好，那我们呢这一章就在这边先结束。